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腾电脑评测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惠普光引擎08。很多人是因为工作中对的性能有着比较高的要求，才会把游戏本列为考虑范围，并且最终选择它。现在的游戏本更多代表的是具有游戏属性的高性能的日常 PC。A 面为塑料材质，细磨砂的质感，中间是一个亮面的 logo， 不容易沾染指纹。背面是一个贯穿式的出风口。B 面为3边窄边框，顶部是摄像头和麦克风，下巴约为2指多一点。转轴比较大，位于屏幕下方。C 面为塑料材质，内附的涂层，摸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触控板也相当大，但是为什么要偏向左边？键盘为白色背光灯，键程为 1.5 毫米，数字小键盘也是有的。开机键融入了键盘里面，更加的简约。机身左侧一个电源口，一个网线接口，一个 HDMI 接口，一个 Type A 口，还有一个 Type C 接口，支持视频输出，支持 PD 充电，我们实测大概支持80瓦左右。耳机耳麦口和一个 SD 读卡器接口。机身右侧2个 USB-A 接口。机身的长度 36.9 厘米，上下的高度为 25.9 厘米，底部有一个轻微凸起物。机身最厚的地方不含脚垫 25.6 毫米，裸机重量2400克。考虑到它是一个 16.1 寸的笔记本，这个重量真的不重。电源适配器600克，旅行容量3000克。电源适配器200瓦，不割手，比较圆润的这种造型，然后台达电子代工，线长约为2.8米。键盘的右上角可以打开傲慢 Gaming Hub 性能控制软件，里面可以选择你的壁纸。新增的功能可以给电脑做加速，这是它的常规参数，这里有网络助推器，有线和无线可以同时加速。性能控制软件方面，它有3个模式可以选择：安静、均衡和狂暴模式。风扇的转速可以自定义，自动或者是最高。这台机器是没有独显智联模式的。主板824的版本是 F.02， 处理器是 i7-12700H 45瓦的 TDP，14核20线程，6个性能核，8个能效核。显卡是 RTX 3050 Ti， 显存是三星的。显卡在安静模式下约为30瓦的功耗，均衡模式下的功耗是60瓦，狂暴模式下最高75瓦。这是卢大师的硬件检测信息，内存条是三星 DDR5 4800频率，2根8G。屏幕是奇美 CMN160A 16.1英寸，100%的 sRGB， 实测 99%。这是它的色调响应，这是它的灰阶。60赫兹的刷新率，支持 DC 调光，最大亮度为300尼特，实测290。硬盘是西数的 SN810 PCIe 4.0， 这个机器全系都是 PCIe 4.0 的固态硬盘。网卡是 WiFi 6的 iX211， 是 WiFi 6E， 比 WiFi 6还要快一点。今年惠普的游戏本 WiFi 6E 它也是一个标配。卢大师总分跑了141万，其中处理器跑了70万，显卡跑了26万6。英特尔12代 i7-1270H 对比锐龙 R7-6800H， 在 CPU Profile 中单核性能提升 8% 左右，多核性能提升 16%。显卡跑分上，75瓦与95瓦的3050 Ti 跑分有差距，但是不大，不超过 3%。而且这还是建立在这台机器没有独显直连的情况下。在游戏测试中，75瓦的3050 Ti 与竞品95瓦的相比，差距微乎其微。使用新一代处理器的机器有小幅提升，但是差距很小。毕竟游戏还是主要吃显卡，在显卡没有更新换代的情况下，很难有明显提升。赛博朋克2077光线追踪超级特效，塔顶静止不动的 FPS 约为52帧。切换成高特效约为69帧，高特效在游戏里实际跑起来的话，在65帧左右。CPU 的温度79度、80度，性能核 2.8G， 能效核 2.3G， 然后功耗45瓦，频率显卡的频率是1792，显卡是74瓦。CSGO 中路这边的 FPS 在280、250、240。235。AMD 这边的 FPS 约为293、291、300左右。绝地求生全屏全部最高的特效，等待区这边的 FPS 约为120帧左右。在房子里的 FPS 也在100帧左右。室外的 FPS 也在100帧左右，有时候能达到110。
被人给阴了，吓我一跳，大晚上的。处理器的功耗在35瓦、40瓦左右波动，频率是 3.0G。然后这边的显卡温度86度 1.7 的频率71瓦，显示占用率 93%， 内存占用率 89%。CPU 的温度在80度左右波动。切换成3极致，在房子里面的 FPS 在180、175左右。野区的 FPS 从160到200左右波动。极品飞车21，我们设置的是高特效，在野外拍到 FPS 约为90帧左右。然后 CPU 的温度并不是很高，77度，性能和占用率 67%， 频率 2.3G， 33瓦。GPU 86度，然后频率1820， 72瓦，76、85还是比较稳定的。现在已经进入城区了，我们的 FPS 在60级左右，高的话也能达到70级，要比之前的 AMD 版本稍微好一点。最近测的这个游戏本像素都是一样的渣。然后惠普说这一代的摄像头增强了，夜晚的效果会更好。你认为这样好了吗？我不认为好了。要论音质的话，惠普在游戏本里面绝对算是数一数二的。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5度，然后刚开始2秒钟单烤到了110瓦左右，瞬间降成了45瓦。现在单烤已经进行了30分钟，处理器的温度是61度，处理器的功耗是45瓦，频率是 2.85G 左右 2.87。单烧烤一共进行了1个小时，现在处理器的温度是75度，功耗是45瓦，然后频率是 2.76G。显卡的温度在70度左右，然后显卡的频率是1942，跑的还是比较满的，功耗在60瓦左右。硬盘的温度是34度，机身位的噪音在55.2分贝，人声位的噪音是50.8分贝，然后屏下的温度是38.3度，整个机器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，只有屏下这边有一点温热的感觉。这跟它的调教是非常有关系的，这台机器的温度非常低，厂家是刻意的压制它的温度。打开它的后壳，我们可以看见2条贯穿式的热管，然后这里有2个风扇。固态硬盘上面有铜片作为散热贴，这是三星的内存，单面颗粒的。无线网卡才能的散热片底下，然后这里是它的电池70瓦时，扬声器在左右两侧，机身右边的2个 USB 接口是通过数据线连接在主板上面的。整个机器的内部还是非常工整的。经过测试，没有独显智联的75瓦3650 钛和95瓦的拉不开太大差距，但是我们也发现光影精灵系列的设定偏温柔，相比较于其他品牌，动辄处理器80瓦或者是90瓦的性能释放，它牢牢稳定在45瓦。极限双烤中，处理器和显卡并没有发挥全力，并不是说它没有这个能力，只不过被厂家刻意限制了。整机温度平均比竞品低15到20度，噪音也适当降低。至于原因，我大概也能猜到，毕竟惠普已经有性能激进的暗影精灵系列，光影精灵系列的目标人群并不是追求性能极致的游戏发烧友，而是那些单纯想要一台高性能日常 PC 的学生和办公人群。在满足你游戏、PS 3D 制图的需求以外，它会尽量的压低功耗，不至于风扇频繁启动，给你带来较好的体验感和使用感，弥补一下纯粹游戏本以外的市场空缺。它的调教非常有366的那种风格，稳定和低噪音低温度才是它的主要目标。极致的性能释放，厂家认为它并不需要，当然打游戏它也并不弱。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优缺点。优点一，日常使用风扇启动不频繁，整机温度较低。2，性能释放足够，不输90瓦的3650钛。3，颜值不错，外观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。作为一个一线品牌，使用 PCIe 4.0 的固态硬盘，DDR5 的内存， WiFi 6E 的无线网卡，支持 PD 充电，我认为是理所应该的，并且内部硬件也是主流一线品牌，是个好评。
缺点：没有独显支联，性能轻微损失1%到3%。2. 狂暴模式下不够狂暴，可以跟暗影精灵序列区分目标人群。3. 没有一面金属材质，好在定价并不离谱，算是能接受。下面是回血时间，原价6799元减300元，6499元，不建议被我使用过，有少许的使用痕迹，愿意帮忙回血的小伙伴，某宝搜索瑞辰电脑评测，找到回血链接，拍下即可。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币，您的支持就是我努力下去的动力，谢谢大家。